十日中烟肯定会爆，并不是因为它的题材，而是因为这部剧对于肖战来说可能是他生命里程碑里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化。因为有可能在这部剧在过审和播放的那段时间，肖战会经历人生的一个重要的内在的蜕变和转型期。这个我纯粹是从星盘上来解读的，因为这个时间点是完全重合的。但是它这个十日中烟是不是能够顺利的上映，其实是待定的。但是这部剧会给他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人生的内在的蜕变的机会。且听我说说我怎么来解构这个部分的。我觉得肖战他并不是只是简单的把角色演出来，他在每一次演角色的时候，他其实都把他自己命运最深的一个部分借着角色演出来。你看他出来有一些演艺活动的时候，出来做 social 的时候，他都是群星天成。连领奖的时候，他那个群星天成看上去哇，好温暖，好儒雅，让人觉得很舒服啊，笑意盈盈，这些都是群星天成的表现，就是美男子。40岁以后的肖战和现在相比的话，40岁以后他是非常非常非常有魅力的。他在30多到40岁这段时间还需要再磨砺自己，但我们到40岁去看他的时候和现在比，你会觉得这个人更有层次，更有魅力，更饱满，更丰富。他的人生不是那么一帆风顺，会有大起大落的，会有坎坷，但也最终会有大成就。从《陈情令》《上海传》啊、《十日中烟》这几部戏里面，其实这里面有一些对他命运的一些暗示或者是隐喻在，他是借着角色去释放他性格当中或者他的命运里面最深的那个部分。从《陈情令》的魏无羡到《藏海传》里的藏海，到《十日中烟》里面的齐夏，这三个人看上去是完全不同的三个类型，但是这三个角色背后其实是有同一个灵魂。陈情令的魏无羡，他本身是一个异端的天才，因为他性格里面有非常张扬、非常叛逆、非常不服管，但同时人家武功又特别好。再看《藏海传》里的藏海，童年的时候全家灭门，灭门了以后他就隐忍，积攒自己的能力，然后再重回权力场，再去为自己的父亲复仇，一个复仇的谋士。那么看《十日中烟》里面的齐夏，十日中烟就是10天一个轮回，有点像剧本杀。齐夏是最终解码的人，他解锁了这个密码，跳出了这个轮回。我们看一看这三个角色有没有相似的地方，你把这三个角色从这具体的剧情里面抽离出来，去看他们共同的精神结构，会发现这是同一个灵魂在演不同的版本，是一个人生命成长的不同阶段。陈情令是他的早期的阶段，藏海传是中段，到了齐夏的时候是演出了比较超越的阶段。所以为什么我会说肖战要完成这个角色，对他来说有挑战，但是也是他生命里程碑和灵魂蜕变里程碑里面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点。如果突破了，那是不得了的，就像齐夏能够解锁这个十日中烟的剧本，然后跳出轮回一样的。魏无羡也好，藏海也好，齐夏也好，这三个角色都不是系统内部的循规蹈矩的人，他们不是靠服从规则活下来的，相反，他们最强的部分在于看穿规则，利用规则，拆解规则，然后作为这个规则的破局者。魏无羡就是在看穿规则，他不服规则的，我知道规则是什么，但我不准备乖乖的去做这个零件。他的性格里面有一种极其叛逆和极其锋利的感觉，我不服规则，我要对抗规则。但是说实话，魏无羡这个角色是不是还是有一腔孤勇热血的感觉，他还是一个年轻人的味道，这就有点像早年的肖战。藏海呢就不用说了，对吧，就是他把这种规则之外的这种气质是推到了顶端。他如果没有灭门的话，他作为蒯夺之子的话，就是在规则的体制之内成长起来的，但他不是，被灭门了以后他就被体制隔离在外了，隐姓埋名再回到这个权力场，所以他是一个规则之外长大的人，然后再回到规则里面。如果是规则之外长大的人，就是如果还是没有那种隐忍权谋在的话，可能还是像魏无羡那个角色，很聪明很叛逆，一腔孤勇，对不对？但是不是了，到了藏海传的时候他已经成熟了，就是他不是天真的那种冲上去的硬碰硬，他是懂蛰伏，懂隐忍，懂如何让自己先活下来，然后再寻找反击的时机。这个时候明显这个人格他就已经开始走向成熟了。
藏海它最有魅力的其实不是复仇，而是他的隐忍，而是他的冷静。我觉得这个阶段就相当于一个人30、40岁的阶段。从《陈情令》到《藏海》，这2个都是现象级的大爆剧。那么我为什么会说《十日终焉》肯定会火呢？就《十日终焉》里面这个角色对于肖战来说，是以前2个成熟的基础上再进一步成熟了。首先他在10天一个 ending 游戏里面，他不是规则制定者，也不是规则的执行者，他最终跳出这个轮回的游戏了。藏海其实还是在这个游戏规则里面，只是我需要隐忍自己再回到这个游戏规则里面去复仇，实现我的目的，最后全身而退。魏无羡是不服规则的人，藏海是利用规则的人，旗下是跳出规则的人。旗下这个角色他不是在故事里做那个棋子，而是说我试图看清整个棋盘是怎么下的，最终我成为这个规则的破局者。如果我们说生命就是想轮回，这个世界唯一跳出规则的人是谁？释迦牟尼佛，对不对？是不是很难演？就像我们生生世世都在轮回里，只是我们忘了我们在轮回而已。所以我们要跳出这个轮回的游戏是不是很难？所以其实前2个还是人性的层面，从青少年到中年人，最后旗下这个角色他是神性的层面，所以难度有多高？我会认为他没有那么顺利的去演这个角色，而且这部剧可能在过审的这个部分里面也没有那么的顺利。我纯粹是从推运上来看的哈，就是纯属娱乐。我们把魏无羡、藏海和旗下放在一起看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肖战最容易接住的是什么戏，和他的命运结构是重合的，并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说这个演员演了这部剧就变成了剧中的角色，而是说他精准的照着自己的命运选择了这个剧本，所以他能够把那个角色演得活灵活现。像梦开始的地方算不算很伪光正啊？演得好也是好，但他不会大火。肖战能火的是什么剧啊？就是那些在规则之外的孤独的天才，经过毁灭以后依然活着的人。我讲的这几点全在他的星途里面。如果我们只看他的表层气质的话，我们看到肖战用来营业的就是他的群星天成，他的讲话滴水不漏，他的儒雅，他的礼貌，他的克制，他的分寸感，这都是他的呈现在外在的。我们每个人都有太阳的部分，太阳星座是什么？这个就是从小到大大家都听到的，这只是我们用来营业的。周老师用来营业的就是一个太阳双子。我写了7本书，我做的是心理学的传播，我是一个心理学的老师。你用来怎么去定义你自己，在世人面前别人怎么去看你的。肖战是非常非常天秤的，大众面前的形象就是温和的得体的，很美，对，3个天秤日水火都在。但如果我们只用天秤来理解他，我们只能停留在他是一个美男子，仅此而已。他可以有那么大的搅动力，可以有那么多的粉丝亲近他喜欢他，一定有超越他这一身皮囊和他表达能力之外的东西，就是他灵魂层面的东西。所以真正决定他为什么能够演出这些人物的内核的，绝对不是他的外在的天秤。因为演员有一个福利，他就是可以靠着角色演他自己，靠角色演他灵魂层面里面最深的东西，那么也是他的星盘里面最深最冷，相对来说也是最危险的部分。海王在一宫的人，一个太好的演员配置了。海王星在一宫的时候，真的是这个人当演员是可以演啥像啥的，是天生的当演员的底子。海王是代表大众的投射，大众可以在他身上投射各种各样的东西，投射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所以人就是当 idol 哈，当偶像，当顶流，你一定要让别人对你有足够的投射才行。就是大家可以评论你，比大家在你的这个演绎的这些里面去看到，去投射他们各种各样的想法。那么上升点附近的天王和海王，还有非常重要的就是对于他来说就是历劫的部分，他的土星水平0度，我说过的，在他的一宫，这也是他命运的底层的一个牵制的部分。我今天跟大家讲的都是外行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冥王星。你看他外表是他的群星天秤在营业，都是很温和的，很 nice 的，很好相处的，也很容易被别人考虑的。但是他内在内里是个什么样的人，就凭他天王和上升，我们就知道他内里不是一个真正能够被驯化的人，他非常有自己的主意。你们有的时候看他一些切片的话，会看到他有的时候
突然间的一个眼神，那个眼神就是非常的天王和上升的眼神。我们前面一直讲的就是规则和秩序，天王和上升的人对规则和秩序天然有一种距离感，他不太可能完全活成某一个体系或者某一个制度下那种想要的他的样子，不是的。所以这样的人他最容易吸引来的角色是什么？他最容易吸引来的角色，他不是循规蹈矩的乖学生。你说骄阳伴我也算乖学生是，但是那个剧不太可能大爆，他可能只是用他的群星天秤演一些。他最容易爆的一定是边缘者、异端者、破局者，一定是这种。再往深处看，我们看，因为他八宫很重嘛，月木金都是在八宫。八宫大家知道就是一个人性的一个阴影面，极端的情绪。八宫代表着失去、死亡、重生、秘密、控制，然后创伤之后的蜕变，这些都是八宫的能量。他其实不太适合演太轻飘的角色的，他对深层情绪具有天然的感知，并且对一些隐秘的秘密的东西他具有一种天然的亲近，并且他不排斥这些东西。八宫是天蝎宫，所以他群星尤其是月亮落在八宫的话，他其实是对不安全是有一种天然的敏感，但同时也因为这种天然的敏感性，他也知道如何更好的保护自己。就像藏海一样的，我既然能深入到底端，我知道人性的底层是什么，我就能够找到这个底层的漏洞，然后利用这个漏洞。他知道最痛的那个部分是什么，他知道伤害是什么，他知道失去以后会把人逼成什么样，所以他也知道一个人在体面之下，我内里可能会藏着多大的恐惧，藏着多大的羞耻，这些他都知道。这是肖战的月亮、木星和金星在八宫，那就是已经很深层了。作为人来说，他可以时时刻刻的 get 到别人潜意识传递的信息是什么，这个已经打败很多人了。我们再回到12宫，12宫代表荣格讲的是集体潜意识，就是人类有一个集体的命运感。他天王星在12宫，所以他是可以有能力去作为一个集体潜意识的一个判决者。这是他一个非常非常深的东西，太深了这个东西。我不知道他自己有没有意识到，对于肖战本人也非常重要，就是他来自于他的10宫冥王星。大家知道10宫是自己的社会地位，是自己的事业的最高的地方，这个几乎是肖战整个剧本的一个核心的注脚。冥王星落10宫的人，事业他是一帆风顺吗？冥王就代表重生和蜕变。落在10宫，在共振他天王星和上升，在早年被雪藏、爆发、毁灭、深浅、重建，再爆发。如果我们在肖战40岁的时候、50岁的时候再看他整个人生，在事业上他就是经历这样的一个循环，命运反复把他推到一个绝境，然后经由这个绝境让他自己的灵魂得到一个重生，所以他并不会是那种一直安安稳稳吃红利的人。有很多演员是这样的，我演了一个角色我就不演了，后面吃这个红利吃一辈子。不是，他选择的这个剧本不是这样的，这个剧本就是命运一次次把他推高，然后再考验他是否有能力在那个高的位置上留下来。可能如果你在某个功课上没有做好，命运就会把你啪一下摔下来，然后你学会了吧，学会了你再重新站起来是比原来更高。它就是这样的一个曲线，希望 A 股也是这样走好吗？所以肖战最迷人的地方在哪里？他的外表是天秤的、温和的、好看的、礼貌的、带着分寸感的，你也会觉得其实有一点距离感。这个只是他表面的东西，真正让他有张力的就是他的星盘是一个被天秤包裹住的更极致的东西才是吸引人的。天王星的异端品质，然后八宫群星的深渊，然后还有什么冥王的重生，然后以及什么，以及土星0度的土星水平的那个忍耐，在他1宫。如果魏无羡是天王和上升的那一面的话，就是反叛的、异端的、直觉性的破局。藏海就是像他冥王10宫和群星8宫共振出来的东西，他深切的知道别人是怎么想的，我隐忍，我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但是我保护住我自己，蛰伏，然后我压抑我自己，然后自我训练，然后在时间当中去磨自己的刀，就是那种感觉。藏海是不像魏无羡那样的把那种刀就是放在明面上的，而是把一切往内收，就是能够藏得住了。旗下就更是了，你好，我是一个职业骗子，我这话只能说一半，他是这样的一个人设，所以他表面是非常冷漠、非常理性，谎话连篇，
但是他内里是个什么样的人？内里就是重情重义，极度的隐忍，为了守护同伴甘愿独自承受一切痛苦，这就是他的人设。冥王10宫加上月木金8宫全共振，说的都是他自己的星盘。所以这3个角色非常贴近他的真实的人格。就是真实的人格是什么？肖战真实的人格，多年压住情绪，不露声色，然后等一个时机，默默的在暗处磨刀。他如果是在这个演员的这个位置上，他继续下去，40岁有一个高的成就，50岁有个更高的成就。他肖战是靠角色，是靠他的人生成熟慢慢的长成的。不，这些在他的星图里面本来就有，只是你们知道吗？我们说你这个人是太阳什么，月亮是什么，上升是什么，都是表面的东西，都是表面的东西。我们可能在10几岁的时候我们就呈现出来了，几岁的时候就呈现出来了。但是外行星的东西，木土天海冥这些东西，木星、土星、天王星、冥王星、海王星这些东西，只有等到你人生长到一定阅历的时候，等到你们像我这个岁数的时候，你们再回头再看，你们会发觉这个才是你的真实人格。因为你对自己的了解不够深的话，是触及不到这些东西的。但凡能够意识到的同学，你的岁数不在35岁以上，我都觉得这是不可能的，除非你是天资聪慧。随着不断的成长，我们每个人都会对自己有一个更深的发现，从意识到潜意识，再到集体无意识的一个深度的发现。就是我们先意识到我是什么样的人，这是意识层面，然后我再意识到其实我潜意识我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但是我没有活出来，所以我接下来我要去活出我潜意识那个部分，因为那个才是更贴近我，让我自己活得舒服的部分。我们终其一生，可能很多人，我说地球上的很多 NPC 活在这个我以为我是什么样的人的状态里面，意识状态，也有很大的一部分人在意识到潜意识意识到我想活出真正的我自己，终其一生在活这个部分。但很少有人真的是到无意识的部分，那个代表着集体无意识。所以我觉得演员或者说成为明星或者成为顶流，他们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是肩负着集体无意识的这个部分，作为这个集体无意识的投射者的一个代言人。我们每个人都会经历这个阶段，从原来的星图当中的日月水金火的行星，逐步体会到木土天海冥这些外行星对你人生的历练。讲到这里呢，就要跟大家聊一下，就是对于肖战来说，他的人生一个重要的考验，他自己的这个后天人格本身就藏在他的星盘的这个密码里面，他的这个后天人格是如何被训练出来的。讲到这里，其实不得不提一下他的那个227事件，虽然可能对于很多粉丝来说提这个事件其实有点痛，但是我们就人生就是这样的，你要去复盘，你要去总结经验，然后呢把这个经验化为自己的东西，等到下一次来这个行运的时候，命运不会只给你发一次困难的牌，命运一定会发多次，直到你学会这个功课。所以当你有一个心智化的思维能力的话，你会看到你的人生很多事情上面它具有强迫性重复的。我在一个地方跌倒了，我一定会在这个地方跌倒第2次第3次，直到你学会不在这个地方跌倒。在跌倒了以后如何站起来，如何从颤颤悠悠的站起来到迅速的站起来，如何下次变成不跌倒，这是我们人生的一个学习的过程。我们人借着这具肉身就是来学习和体验这个部分的。我们说227事件是起源于2020年的2月下旬，也就是我们说那个陈情令大爆以后没多久，有一部同人的作品，就是他被举报了，从原本的一个粉圈的内部迅速的演变成一个跨圈层的公共舆论事件，这个事件就变了，变味道了。后来2020年7月微博也约谈了，就是说你没有非常有效的去引导和应对各类粉丝群体，你这个是有责任的，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我上次跟大家讲过，这个其实就是土星水平0度，这个呢就是真的是对于肖战来说，就是这一世要在这个俗世学习的一个功课。土星代表规则，然后水瓶座代表群体，也就是他的粉丝群体。所以这个代表什么呢？就是你要在规则，你要把这个粉丝群体学习去管理他们，就是有点像他的藏海的那个部分，你要知道在规则之内怎么玩嘛，对吧？你不能先跟规则对立嘛，跟规则对立呢不就魏无羡吗？就是我们要深谙这个规则，然后也知道这个规则怎么玩，对不对？
然后不要冒进，这都是藏海呈现出来这个部分。零度是什么？水瓶座是代表着粉丝群体，零度就代表着他在这个方面真的是个新手，他也是真的难，他是作为这个新手，他一下子突然间爆红，所以他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经验，经纪公司可能也有点措手不及，不知道怎么去处理，因为他反正在这件事情上处理是不成熟的，那不成熟，那是小学生嘛，第一次去做卷子就做错了嘛，这也没什么问题，这学就行了。土星是代表这个在这个三维世界会呈现出来你的功课，我们每个人可以对应自己，我这一辈子我具体的功课是什么。作为一个新手，管理粉丝的一个新手，了解这个规则的一个新手，命运会让他在这个地方做功课。什么时候做的功课呢？就是土星回归之时，也就是在每个人 29.5 岁的时候，也就是在他2020年那个时候。所以如果你把这段经历放到他的星盘里面去看的话，它其实就是一部教科书式的土星回归加上冥王时宫共振出来的一个点。土星回归对任何人来说其实就是人生结构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结算期，就是你前面的人生功课做得好不好， 29.5 岁的时候就开始给你结算了。对于普通人来说，对于我们老百姓，我们的体现是什么？你的职业转型，亲密关系破裂，责任骤然加重，你跟原生家庭的和解。我看到很多人在30岁结婚，为什么在30岁结婚？因为他在逃离他的原生家庭30岁结婚。但是对于公众人物，尤其是像肖战这样的在极短的时间里面爆火，又被卷入这种庞大的粉丝机制的人来说，他土星回归往往就意味着一个更残酷的一个事情，这对于肖战来说是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考题。你要开始为那些你未必亲手制造的，但确实由你的名义所扩散的后果承担现实的责任。这就是他的这个土星水瓶0度1宫在他的盘里面告诉他的现实影响是什么。你要开始为那些你未必亲手制造的，但确实由你的名义所扩散的后果承担现实的责任。他做了什么吗？他没做什么，但恰恰是他没有做什么，最后他要去承担那个后果。这就是土星最厉害的地方，他不管的，他直接夸一下个功课就扔给你了，他不管你是不是故意的。你说肖战有故意吗？肖战其实还是一个内在蛮纯良的一个人，但他只是没有经验，对不对？他不管你是不是故意的，他只问一句话，后果时间到了，后果到了，你能不能扛得下去？他就是在说这个，你能不能扛下去？所以227对于肖战的打击不只是舆论上的被黑，更深层的是一种他的身份的一种震荡。土星回归期间30岁左右，多多少少你要经历一段 emo 的时期的，对，普通人也是这样，更何况他这样的一个剧烈的转变。所以其实那次风波某种程度上就是摧毁了他的，我觉得是给他一个现实性的一个提醒哈。如果他还曾经像魏无羡的时候的那么的单纯，就是如果我足够努力，足够真诚，足够干净，足够专注作品，外界就自然就会善待我。他如果还是这样的一个想法的话，那可能就是现实就会给他一个现实性的后果。你的存在会卷动整个系统，你的沉默，你的边界，你的团队管理能力，你的粉丝生态都会变成命运审判你的一部分，因为你在这个位置上，你就要承担这个部分。能力越大嘛，责任越强。但是我们从心理层面来说，这样的一个经历它其实是非常非常难熬的。因为8宫重的人本来他其实就是把情绪往心里吞的，宝宝心里苦，宝宝往肚里咽。土星1宫的人擅长示弱吗？土星1宫的人绝对是硬骨头，你不要看肖战那么表面温文有礼，绝对是个硬骨头。他们最常见的处理方式就是硬扛，沉默，然后把自己就好像把自己的肌肉一寸寸的收回去，然后开始练内功。不容易。其实我们普通人遇到土星行运的时候也多难熬啊，是不是？你看人家这虽然人家享受了这些风光，但是他也要付出常人所不能付出的那种代价，其实挺辛苦的。所以我们看到227事件之后，肖战其实是变了，他更沉默了，更严谨了，更谨慎了，但是当然也是更成熟了。原来土星0度他是很陌生的，他一下子在30岁的时候学会了这个土星功课。我希望他是真的学会了。如果是真正喜爱
肖战的粉丝朋友们，帮助肖战去做他生命当中这个土星水平的功课，一定要在他关键的时刻默默的支持就好，充分的相信他就好。我举个例子啊，这仅仅是举例。如果时日中间的过审不是那么顺利的话，作为肖战的粉丝，你们会做什么？陪着他一起默默的等待，因为他肯定会爆，只是时间的问题。像他一样学会边界，学会隐忍，学会不要让自己的情绪那么轻易的暴露在整个的这个漩涡当中。如果你真的爱肖战的话，请你也向他学习，不要给他惹麻烦，非常重要。魏无羡就像他命盘里面原始的那个部分，非常的热情，非常的明亮，非常的反叛。但是藏海就像他被现实打磨之后，他是收着的，他是忍让的，他是蛰伏的，他是算计的，他是等待的。对，那么旗下呢又向他另外一个方向了。土星和冥王星共同训练出来的是什么？冷静，一定要是非常的冷静才行。然后还有一种是脱离这个世间的一种清醒感。就像旗下，他终于看清了这个规则，然后跳出这个规则。所以这三个角色它不是分散的，它是连成一条线的。魏无羡是他天生的锋芒，藏海是被他命运逼出来的那种蛰伏，旗下是他在这个规则世界里面学会的清醒。 OK， 所以肖战饰演的这个旗下的角色会不会大爆，时日中间的这个过审会不会顺利，以下呢就纯粹是我根据肖战公布在网上的个人信息做的一个盲目的一个推测，不作为任何的理论依据，就是纯属娱乐，就是然后纯属学习使用。我认为他的这个爆还是爆，因为他演的是他自己，演的是他命运里面最深的，就星盘里面最深的那个部分，所以肯定会爆。但是叠加他的个人行运来说，我其实有一点点担心他的个人状态。我来跟大家详细的拆解一下他的个人行运。肖战2026年的下半年，就是尤其是2026年的第4季度10月份到12月份，行运的土星是在白羊座进入他第4宫。4宫是心理宫，他管的是一个人的底层的安全感，他的生活秩序，他的心理根基，与内在与家人同在的一个内在归属的一个感觉，这是4宫代表的，就是家人、内在归属感、内在的安全感。所以当土星进入到这里的时候，一个人就很容易出现一个感觉，这感觉叫什么呢？我外表还在正常工作，在正常营业，但是我内在已经开始收缩，已经感到压抑，已经开始在重新复盘自己了。他有在思考我这一辈子来到底干什么，或者我的成长，我的从小到大的成长史给我带来了什么。他这个时候开始有一个向内收的一种感觉。对于明星来说呢，我认为这段时间这个阶段并不是说他要出什么事儿，不是立刻出事儿，而是一种什么，对于他来说，他对自己的内在灵魂有个追问，他有个深层的疑问，就是我还要不要以过去的这种方式去呈现我自己。他开始去追问自己了，就我到底是谁，我还要不要用过去的这个方式去暴露我自己，去呈现我自己。接下来是到2027年的1月份到3月份，那么这个时候行运的土星4分他本命的土星水平0度。我们前面讲的，上次他30岁的时候是土星回归，土星回归有点命运级的那种感觉，他自己做不了什么，咵一下就碾压给他了，这是命运级的。这一次就是行运的土星和他的那个土星成90度了，土星又到了4宫，是什么呢？他对自己内在有个阶段性的复盘，他复盘的是什么？就是肖战，你30岁之后学到的东西到底有没有内化你真正自己的结构？你有没有学会粉丝管理？你有没有学会真正的秩序？你有没有学会在这个规则之内和之外如何生存？他在不断的问他这个部分。所以如果他在30岁的时候经历那件事件，他只是学会了表面的谨慎，那他没有 get 到这个功课的深意，它不是一种深层的体会，那么这个形象位就会触发他，逼着他去补课，那外在也可能会显化出来一些事件。如果那个时候他在30岁的时候就已经真正的建立了很成熟的团队去帮助他去管理，有很好的心理秩序建立起来了，那么明年第1季度更像是一种压力测试，它不太会是显化出来的一个事件，所以不用太担心。看他这些年的一个安排的话，
我觉得他是成长和成熟了，所以我并不会特别悲观的去看这件事情。他不是无力的在应对，他其实是有安排的。2027年3月到5月是尤其要留意的一个窗口期，它本命是火星天秤在10宫的这个位置，明年的3月到5月这段时间，它的土星白羊就精准的对分了它的本命的火星，它本身本命里面就有火土4分，所以你们感受一下，火星在它的盘里又跟他的这个事业表达是关系很紧密的嘛，所以这个相位最常见的就这样的一个对分相，我个人认为不是什么天降横祸，它更多的是一种项目推进可能会受到阻碍，这个阻碍是哪来的？是一些系统性的阻力给到他的，可能是有一些规则在加码，可能作品在审查，舆论可能也有一些在加码，然后市场层面会给他有一些阻力。所以我为什么会觉得如果是10日中烟在过审那段时间的话，可能并不是特别的顺利。他在那段时间在心理层面可能就会有一种我明明已经很努力了，但就是推不动这样的一种挫败感。当有挫败感产生的时候，就是土星给你的功课的时候，土星在教会你怎么去面对它。这个时候你就会怀疑说，我到底要不要这样，我到底对不对，甚至我会觉得可能会和他的个人生活相关。大家从保护他们的角度来说，可能就不能说太多。所以如果这个新剧恰好在这一前后上线的话，那么10日中烟的这部剧所承受的就不只是作品本身的评价，可能会叠加什么行业的政策、市场的安排、平台安排的节奏，还有就是舆论的放大机制，种种的多重因素。作为一个土星在1宫的人，又莫名其妙的要你来承担，能力越大责任越强，可能我认为最差的结果就是争议、口碑撕裂、舆情压力加大，这都有可能。然后甚至会激活他过去那种被集体投射的创伤。他其实是可能也是一样的，就是我什么也没干，但是突然间这种就可能这部剧被某些部分被钳制住了，无妄之灾吧。但是我觉得没有那么惨，我觉得经历了这6年的历练以后，它更可能的呈现方式是什么呢？就是外部就会有现实的压力，这是会有的，土星所到之处不可能没有的，但是他的内在也会觉得非常的沉重，也是有的，因为人是不可能不受这个东西影响的，尤其是直指他的事业，甚至他会短暂性的经历一段明显比较艰难的时期，也是有可能的。但他处理这件事情的方式，我认为他不会再像当年那样被动的卷入，因为他已经学过一次了，他有经验了，更像是一个能够真正经过土星训练的人，他可能就会控制这个边界，收回这个口子，然后把注意力放回到作品本身。在这段时间里面，因为他土星水平0度，就是原来还是有那个粉丝管理的这个议题的，所以如果到时候我们说这部剧在审查的时候，或者会经历什么，或者他又经历什么，我认为粉丝对他最好的保护就是只是支持他，维护好他就可以了，不要去越界，就是对他最好的保护了。2027年的差不多4月底到7月，再叠加这个冥王星的这个深层的触发，它有一种我把你旧版本的你自己把你逼到绝境。所以对肖战来说，这段时间可能不是一个具体的一个负面事件，我觉得他内在会发生一些变化，他经过明年上半年内在会发生一些变化，他可能会想要去思考一件事情，更想是从身份层面上的一个蜕变，可能在那个时候经历过这个考验了以后，由10日中烟这部作品奠定完了以后，顺利上线了以后，可能会更有一种你真的是演什么像什么，有精湛演技的一个演员。看他的星盘，看他40岁以后的话，我觉得他甚至可能成为一位艺术家，他能够过关，层层考验一层层过去的话，他就是往一个比较高的位置上发展了。如果一个人从顶流再往艺术家的位置上去发展的话，你想想这个人当中所经历的这个蜕变，再加上他的命运是这样走的，是不是？他这波行运并不会说经历大规模的灾难，是一段相当难的心理调试期吧，会有些难挨的。如果他那个时候在经历这些，可能热度也有下降，规则也有变化，然后可能也会要接受公众去不再把他当做一个情感投注的对象，可能大众对他的要求也会越来越高，需要有更严苛的一个作品的证明。
他感觉到非常的孤独、防御，还有情绪可能会经历低潮。这次会难，但是不会像2020年的一个全面失控，更像是一个对于他这样的一个经历了6年的历练以后的一个成熟者的压力测试，更多的像他做一个节奏的调整。他在做节奏调整，有所得，有所舍去，有些东西他自己想主动的舍去，不想要了，然后边界感强化，在以后的作品的选择更进一步升级，进一步的优化，不太会简单的去重演那种集体失控的事件，不会了。所以我们说每个人的命运密码其实都是藏在自己的星图里面，我们普通人只是经由自己的生活演绎，但是演员的好处是什么？他可以经由角色去演绎。肖战这几年的这个角色选择，他一直在用角色把命运最深的东西演给我们看。真正决定一个人的不是他有没有被这个世界所接纳，而是他真的被这个世界误解、围困、压制之后，他还能不能在规则之外活成他自己想要的那个样子。这也就是他的命运主旋律，不管是他的角色主旋律还是他自己的命运主旋律，都有这个味道。明星的命运真的是放大的修行。我们现在想想看，我们在分析明星星图的时候，我们会感觉他的人生和我们普通人完全不一样。不是的，大家都一样的，每个人的功课本质就是一致的，就是明星的命运就是被放大。我们老百姓的命运是什么？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有很多困境啊，也有很多崩塌，对不对？我们看到明星在经历低谷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一种极端的戏剧性。我们没有戏剧性吗？我们没有土星的考验吗？我们没有冥王星的重生吗？我们没有天王星的孤独吗？这不是明星才有的课题，我们老百姓都有，对吧？只不过我们普通人的人生没有尽头而已，是吧？在家庭关系里，在亲密关系里面，在跟父母的关系里面，在每一次争吵里，在每一个失败里面，我们都有，是吧？对于普通人来说，我们看见自己反而更难的，因为我们没有角色，我们没有剧本，也没有镜头一直在提醒你，没有镜头说你这一刻你正在经历这个命运，没有。所以我们的修行更像是隐秘的修行，明星的修行更像是被放大的修行。我们日常还要想他说的哪句话会刺痛我，对吧？我为什么我每次分手都是在相同的节点上分手的？我为什么每次分手都是相同的原因？为什么我每次跟老公吵架的时候都是相似的问题在吵架？为什么我某些情绪是控制不住的？其实这些都是相似性，都是命运在给你发送信号。我们要忙于生活，疲于生活，我们很少停下来去看而已。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占星最大的价值并不是预测未来而是帮助一个人更清醒地看到自己。每天生活的时候，你都有一个参考的一个版本，这个版本是让你每天不断地去看见自己，你的灵魂在这个地方被触发了什么议题，我要如何通关，就好像你手边有一个地图一样的。所以星图非常非常好用，就看见你的天赋，看见你的自己的执念，看见不断自己重复的人生模式。当你看见的时候，你回应这个世界的方式就不一样，你就拆解了这个游戏，你就破了这个局，你的人生就可能发生转向，或者说人生大的框架已经帮你定了，但是你是只想在下端游，你还是想游到这个最高端，这个选择权在你身上的。我们人所能决定的东西并不多，95%不由我们决定，但是那个5%就决定了你在这个95%不能决定的部分，你是在上面的还是在下面，这是我们可以决定的。真正的改变就不是在外在的，我在我这个星图里面拿到我土星的功课，去面对我土星的功课，然后去知道我的人生最隐微的最深的那个部分是什么，我借由这个部分修行，然后你最终才会走出独属于你自己的命运之路。所以明星是这样，我们普通人也是这样，没有区别。